我是玲玲，问你们啊，如果你第一次见到一个人的时候，闻到了体臭，甚至不见其人，先闻其味儿，一靠近你，关键是本人往往察觉不到，会不会影响他对你的吸引力？请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。大家不妨思考一个问题：对于人类的生存而言，味觉和嗅觉哪一个会更重要，或者说哪一个更能规避风险？气味，尤其是臭味，对人类来说是一种警戒作用。我们可以嗅到空气中的有害气体，可以辨别食物有没有腐坏，而甜美宜人的气味能够让人感到放松。但是当人要用到味觉的时候，食物已经入口了，而且味觉也很难分辨空气中的危险。嗅觉确实比较特别，因为它是唯一能够直接进入到大脑中情感和记忆中心的感官。它是怎么运作的？以喷洒的香水为例，飘洒在空气当中的气味分子会被吸入鼻腔，气味分子被溶解之后，就结合到嗅觉受体细胞上，这些细胞再产生和发送出信号，通过嗅球再传到你的大脑。而嗅球是直接连接到与情感和记忆相关的脑区，杏仁核和海马体，一个负责情绪，一个负责记忆。而像视觉、听觉和触觉是会先到达丘脑，然后丘脑再将这些信息发送给相关的大脑区域。杏仁核参与情绪，尤其是与恐惧、逃避、防御相关的记忆。而对于动物来说，创建威胁其生存的嗅觉刺激的记忆是非常重要的。例如闻到煤气的味道，闻到烧焦的味道，腐烂的味道，就会本能的让你离开现场。而海马体负责产生情景记忆，也是储存长期记忆的主要部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负责处理气味、情绪和记忆的脑区在很大程度上交织在一起了。这就解释为什么对部分人来说，一些特定的气味会立刻触发一段生动的记忆，甚至引起他们强烈的情绪。例如，曾经有医生发现，柴油的气味能够勾起患有 PTSD 的越战老兵的战争回忆；书本的味道能够触发一个人曾经学习的记忆；路人擦肩而过的香味也能唤起对特定的人的记忆。什么味道？首先，在嗅觉上有没有男女差异？我什么都没有闻到啊。大家可以猜一下，是男生更敏感还是女生更敏感？和男性相比，女性嗅球中的细胞会更多。有理论认为，嗅觉上的性别差异是由于认知和情感的影响，而不是感知能力引起的。不出我所料的话，是为了那个吧。性吸引力与费洛蒙这个话题被大量的用于影视和文章中。费洛蒙也叫做性激素，指的是由一个个体分泌到体外，被同类通过嗅觉器官如副嗅球或者是离鼻器探测到，让这个同类表现出行为、情绪、心理甚至是生理机制上的改变。对动物来说的几个主要功能就是警报、追踪、性吸引以及聚集等等。1959年发现雌蚕蛾会分泌性激素，叫蚕蛾性幼醇，是科学界首次证明性激素是存在的。它的作用对雄蛾来说大概是这样的场面。怎么办？好想要。所以人也会有这样的性激素吗？瞬间能让异性上头那种。性激素的作用是为了诱导异性，在哺乳动物当中会通过唾液、汗液以及尿液来释放。而对人来说最可能的位置，科学家认为动物会通过离鼻器来接收，主要是传递雌性是否处在发情期这样的信号。但是大部分的研究认为，人的离鼻器已经退化了，接收信号的那个工具可能不存在了。Anyway， 而人类的性激素存在与否一直有争议。目前，男性是雄二烯酮，女性是雌四烯醇，是研究数据最丰富的，也是最可能的人类的性激素。有实验证明，雄二烯酮可以舒缓女性的压力，保持心情愉快，并提升女性的性意愿。你可以理解为，人类可能有，但是没有其他动物那样明显的功能。如果真的有，那男人真的不用努力了。顺便说一句，有些文章可能会说猪的性激素和人是一样的，叫猪系统，并且可以作为催情的药。请记住，谁信谁是猪。不过有一些有趣的实验结果，你们听听就好。第一个就是有一组实验是让女性去闻不同男生的 T 恤，发现他们对那些与自己不同的 MHC 的男生更感兴趣。MHC 是指示我们免疫系统类型的基因，从进化角度解释是能够为后代提供更好的免疫系统。还有一个就是避免近亲结合。第二个就是处于排卵期的女生可以闻出，而且也更喜欢睾丸激素更高的男性。第三个就是男性似乎也能够闻
闻出正处于排卵期的女性，并且觉得对方更有吸引力。一句话，一切为了生育。而人类的鼻子大概有400多种不同的气味受体，虽然不能和狗比，但也是出色了。201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，我们至少可以分辨出1万亿种不同的气味，此前的估计是1万种。还有就是嗅觉减弱可能是帕金森和阿尔兹海默症的早期先兆，而现在对人体嗅觉的研究还在深入，但今天我们对气味的运用已经非常普遍了。和臭味会给人造成的反感不同的是，香味的运用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舒缓以及让人愉悦的作用。比方说超市入口就能闻到的面包香味，还有酒店在大堂会用的定制香，都是在利用气味与记忆和情绪的联系。以上就是今天内容，记得给我3连，请你和我一起保持好奇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